307，好，马上要提速了，可以吗？可以。好，现在已经达到了257，好，还可以继续吗？可以。加油！现在是248的等强，好，给你停了啊。好，扶住啊。好，测到测出来，测出你。小伙伴们下午好，我现在在上海，看我后面，麦盛运动机能实验室。我悉尼回来以后，整体状态不好，生病加上这个牙，这1个月的运动表现都不够优异，所以我要看看我的身体怎么样。对这段时间，而且距离赛季也很近了，给自己心里打个底，找个信心。另外就是小伙伴们在比赛和训练中常遇到的几个大问题：抽筋儿、心肺跟不上、腿酸腿沉。我们今天通过专业的测试和专业的老师的讲解，来看看能不能做到不抽、不喘、不酸。应该就是在这儿测，这儿是数据，这边是身体成分检测，这边是恢复区，这是一个氧舱，这个是那个液氮。这一次的测试更全面，我比较期待的是那最大摄氧量，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大摄氧量是会有衰减，但是我想看看是多少。另外呢，这也是第一次我用这么专业的设备来测。首先进行的是身体成分的测试，测下来我的体脂率居然有17%，比我预想的要高一些。骨骼肌的质量虽然在正常范围内，但相对于我的训练质量和运动能力的要求来说也偏低。小伙伴们，我的数据出来了，这个机器刚才麦盛的同事讲特别的准，而且我测的时候能感觉到有那电流，就手麻酥酥的感觉。另外还发现可能是因为旅途的影响，我喝水挺少的，我的身体当时处在几乎要脱水的状态下。关于身体的水合状态，借着这次的身体成分的测试，我也请教了专业的老师。我们的细胞和血液之间的废物交换和养分的交换都是基本依赖于细胞外液这个环境的，所以身体的水合状态对我们的运动的表现非常的重要。在运动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合理的补充电解质饮料可以提升我们的运动表现和促进我们运动的恢复。接下来是最大摄氧量的测试。作为一个全马能跑进2小时40的跑者，我一直很好奇自己的最大摄氧量到底在什么水平。大家也可以猜一猜，预测一下我的最大摄氧量，打在公屏上。我也看看我今天能不能登上 VO2 Max 的英雄榜。先是几分钟的慢跑热身，马上就要开始了啊，小伙伴们，来。可以是。不错。3、2、1，开始。正式开始测试后，跑步机的配速和坡度逐渐增加。麦盛的最大摄氧量测试引入的坡度，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一方面是通过增加坡度，可以让测试者不必在跑步机上跑到非常快的速度就能得到测试结果，降低了测试的危险性。在整个的测试中，麦盛的雪纯老师一直在盯着监控的屏幕，在给我加油，给我打气，并且告诉我当前的等强配速是多少。现在是等强配速是416，然后心率现在才156，然后最大摄氧量是48，还在有氧区间，进入到混氧的状态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等强配速的话，现在是344，现在等强配速是325。另一方面，对于我这种跑者来说，通过增加坡度算等强配速，可以弥补我虽然还有力气跑，但是腿倒不了那么快的问题，让我能在跑步机上跑出自己的最大强度。好，现在配速是307。好，马上要提速了，可以吗？可以。好。哇塞！现在已经达到了257。好，还可以继续吗？可以。加油！哇塞，现在是248的等强。好，给你停了啊。好，扶住啊。好嘞。我帮你把这个带上来。测出来，测出你的最大。
经过了大概20分钟的极限测试，并且在测试完的第一时间测试了血乳酸值。哎呦，可以，好，谢谢小伙伴们。看我的血乳酸11.3毫摩尔每升，我不知道11.3是什么概念。就是有很多跑马拉松的人体内如果酸比较高的话，可能在14、15、16的样子。如果跑400、800的人，可能到20、21，就是特别的耐酸。就是你11.8呢，就是它其实血乳酸可以这样来看，就是你在这个速度下面，你的酸不是很高，就说明你前面的有氧是比较好的，就产生的酸比较少。有的时候就是你酸比较高，代表你很耐受，但是如果你的速度跑不快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意义。同时也得到了我的最大摄氧量数据。哇！69了，可以。哈哈哈！差一点点就要上我马了，70。但是一度就最大值是就是70，但是就是就一次呼吸的是吧？对照着测得的各项指标数据，我请教了麦胜身体机能方面的专家程老师。我们来听专家说一说这种测试对马拉松爱好者有什么科学方面的指导意义。我其实比较好奇，我觉得观众朋友们比较好奇的问题是，最佳摄氧量70的人一定会比65的人在各项比赛上都快吗？70跟65实际上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距了，整体上来说应该会比它实力要强很多。其实呢，最大摄氧量是这样的，就是影响我们长距离跑步的因素它有3个，第一个是最大摄氧量，第二个跑步经济性，第三个无氧与速度能力。实际上从我们大众跑者往精英跑者过渡的时候，就是最大摄氧量不断提升的过程。在这个情况下，就是你的成绩跟你最大摄氧量肯定是成正比的但是如果说你的水平已经很高了，比如说破了230了，230以后的到220或者210这样的选手，这时候最大摄氧量跟成绩也会有相关，但相关度就没有那么高了。这个时候相关度最高的是无氧与速度能力。无氧与速度能力，一会儿我们会看到你的报告会看到，就是 AT 加在 AT 之前是有氧 ，AT 以后是混氧那这个无氧域呢就是 AT 这个数值，所以呢 AT 它表示了什么？就是有氧的速度的一个天花板，也是马配的天花板。所以就是在这种高手里面，无氧与速度能力跟他们的成绩的相关度可能是90%以上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特别对于高手。但是对于我们大众跑者，对于你的成绩还没有到230的，全马没到230以内的，最大摄氧量肯定是第一重要的指标。因为甜菜根儿，虽然我原来没有把麦胜这个坚持喝到那么多，但是我之前自己吃那个东西，就这个东西，我们想请教一下程老师，这个东西辅助对我们来说的影响，就对我这个水平的选手来说，大概能有多少的影响？我觉得甜菜根你现在喝对你实现你的目标还是很有帮助的，应该很有潜力的。至少你现在的话，就是如果说因为你的水平已经很不错了，对你最大摄氧量的提升，它的那个百分比可能没有小白那么高，百分比没有那么高，但是它可以提升你的抗疲劳能力，可以提升你的跑步经济性，还可以提升你的无氧与速度能力。其实甜菜根是可以提升高手的无氧与速度能力的，但是对你来说，就是你的无氧与速度能力现在可能是对你的成绩的，就是比较限制比较明显的一个因素但甜菜根是对这个有帮助的。我这次实验室测得的最大摄氧量是69，差一点点就上榜了。我认为和真实的我的水平来看，应该是比较接近的。这次回来以后，我也对甜菜根做了一些调查和学习。就像前面程老师说的，甜菜根不仅能提升我的无氧域的速度能力，也可以帮助我提高有氧能力的天花板，帮我弥补我的短处。所以我决定在北京马拉松之前的2周系统性的使用甜菜根来试一试。关于营养方面，我也收获了几点新的知识。我一直以为我的日常饮食中蛋白质够了，但其实这么一看还差一些，需要再增加。如果饮食中的蛋白质摄入不够，可以考虑用额外的营养补充剂来补充。运动后马上做碳水的补充，可以让肌肉得到快速的修复。关于我担心的吃得多会有热量盈余的问题，我也得到了解答，就是总的热量还是要控制的，在一个范围内，并不是说我以前每天吃3000千卡，现在呢我运动之后说要补糖，再吃500千卡的糖变成3500，那是不对的，而是要把这3000千卡去按照不同的营养成分和不同的时机来去摄入。
大家想减肥，所以可能不太敢吃，是有这个问题的。就非常不敢吃。所以你看，其实，在你运动后，特别是你大强度运动后，你有一个很好的窗口期，这个时候你吃进去碳水就合成为你的肌糖原，你吃进去蛋白质后修复你的肌肉，所以它不会变成你的脂肪。但是我有个不成熟的、不科学的想法，我有时候会这么想：那运动完以后补完了，那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就盈余了呢？运动后就是比如说你吃蛋白，对吧？你现在这个一瓶20克是刚刚好的。待会一会儿我来跟你分析你要看到。太好了。对，就是其实是你在你中高强度训练或者比赛的时候，你每小时都会消耗20克蛋白质，基本上每小时都会消耗到20克。如果说你体内糖原不足，到后面可能每小时消耗到30克蛋白质。你知道这个20克一点是不多的。而且你要在马拉松比赛以后，不但是运动后30分钟，对吧？比赛后30分钟吃一个蛋白，你下面吃饭你还得吃蛋白，午饭你要吃蛋白吃碳水，晚饭吃蛋白吃碳水，这个时候都能合成为你自身的肌糖原和肌肉纤维。这个时候不用怕胖，胖是什么？你平时不练的时候就少吃一点，不要不练的时候吃。另外，在和程老师交流的时候，我说我特别耐渴，平时长距离训练，水和电解质补的都不多，也不会觉得很不舒服，尤其是冬天，甚至一个半马的距离我都可以不喝水。程老师和雪纯老师也对长距离中的补水、电解质、补糖做了非常详细的说明。全马在破3以内的人，就是更依赖糖原功能。跑得慢的人，他脂肪功能比例会更高一点；跑得越快呢，就是糖原功能比例越高。就是像破了3以后，就是更依赖糖，所以你就更需要吃，你感觉不吃就跑不动了。虽然你觉得你可以跑2小时不喝水，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小伙伴啊，他跑2小时不喝水，他非常节能，但是后来呢，你知道他出现什么问题吗？他也不抽筋，他后来出现的问题就是尿酸高了，所以他后来过来我们这边测试，我就跟他提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好好的补水补电解质。后来回去补了2个礼拜，我说你现在这个进山前后尿酸还高吗？他说基本上差不多了。所以就是有时候你不知道，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不抽筋的人的身上，就觉得好像我可以扛过去，但实际上你身体里面发生了一些代谢垃圾没有排出来，你自己是不知道的你可能通过检测才能发现明白。关于身体里在运动时候的废物代谢，麦盛的雪纯老师也给了一些很专业的解答。特别是运动量比较大的人，因为在身体里面乳酸跟尿酸在人体里面代谢的通道是一样的，所以你如果大量的运动，或者说你高强度的运动之后，你身体里面乳酸产生多了，它就会影响你尿酸的代谢。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喝水喝电解质水和纯水比较重要，特别是像您出汗量比较大的话，如果这个时候已经丢失了很多电解质，这个时候喝纯水的话，就会有另额外的风险。对。最后，麦盛的专业的老师们也给我分析了我的各种数据，从这些数据里可以看出我的很多的生理和运动的特点，还有我能量消耗的特点，这也就对我的半马、10公里、5公里成绩特好，但是全马成绩呢，跟那些成绩来看有点不匹配，也给出了这个问题的原因的解答。其实你看你的这个分布就知道，其实你的有氧其实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的，就是有氧这一段还不够长，你的混氧和无氧是比较好的。混氧和无氧好，就是你跑半马是有优势的。因为半马你可以顶下来。但是你的跑全马呢，就会相对来说会弱势一点。对，更依赖于有氧。这个和我的体感非常像。对，就是你看我们最后你的 RER 是很高的，就是你呼出来的二氧化碳量很高，但是你体内的乳酸值不高，就是你身体产生了很多的酸，但是你能把它排出来。就是你是那种酸性平衡缓冲系统工作效率比较高的那种类型。就我更适合练半马。对，就是你的半马成绩应该是更好，从这个里面也能看出来。对，他们都讲我半马成绩不应该全马只跑238。对，他们跟我说你全马应该照着232跑。所以你现在，所以就是这就是告诉你，你现在你的短板在哪里？你的短板在有氧，所以你回去训练的时候，调整你的训练计划，间歇少跑一点，多跑跑有氧，多跑跑有氧，你就可以进步。小伙伴们听到了吧？跑有氧。其实从这个图也看出来，其实你的脂肪功能啊，你的脂肪代谢的功能其实不是很高的，他们有些高的可能在这一直是这么高，然后到这里才加上来的。你体内你这用糖比较厉害的，用糖比较厉害，它也不是一个缺点，就是用糖比较厉害的人，一般都是高手。像马拉松运动，你像吴向东，他的马配他的这个糖的功能比例基本上在那85%以上。通过这次测试，我看到了自己的特点和短板，有氧区间偏弱，混氧和无氧能力特别强，特别能顶，乳酸清除能力也很棒，这一点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这是我第一次在训练测试结束之后马上去测血乳酸，所以我的半马成绩不错，但是全马成绩呢就显得有点吃亏。
这也和我之前在高池去测乳酸阈值那一次得出的结论完全吻合。也就是说，我特别能顶强度，但是短板是有氧，所以今后的训练方向也很明确，把有氧能力拉上来，就会对我提升全马的成绩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请程老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的，就是对于观众朋友们来说的话，就是如果你通过运动心肺测试，你可以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然后你可以知道自己的能量代谢的一个情况，每小时燃烧多少糖，每小时燃烧多少蛋白质，你的脂肪功能是怎么样的，这对你的补给其实是很有帮助的然后如果说你希望自己的提升，对吧？看到自己的短板，然后比如说你的有氧比较弱，你可以重点加强有氧，对吧？你觉得摄氧量不够，那你可以除了训练以外，你还可以补充一些甜菜根，那对你是有帮助的这就是你对你的训练和你的营养的选择，或者是营养怎样来搭配都有指导意义小伙伴们还记得无锡马拉松赛后吗？我们今天又来到了麦盛运动机能实验室的弹舱，刚刚这个结束之后也干了，我们来一个3分钟的冷却。现在什么感受？现在这个是月球表面的温度，对350多，有些极限了，小伙伴们。它其实是恒温在努力给你控制到150。对，它里面有一个温度传感器出舱了哇！太棒了，小伙伴们，我觉得值得可以来试一试。现在已经回到家里，回忆这次的测试经历，还是特别的激动，那种顶到极限的感觉是无与伦比的美妙的。这次身体机能测试也非常的专业和系统，真的非常棒。这是第一次我这么科学的去测试最大摄氧量和血乳酸，并且通过实时测得的数据去了解自己的身体。之前虽然也测过最大摄氧量，但这次的测试更加准确，更加科学，也让我认识到自己的真实的水平。一方面，跑者们通过长年累月的训练和积累，会对自己的身体有一定的主观的了解和认识。如果再可以结合这样的科学的测试，从数据上去反映你当前的身体情况，从而得到一些对今后的训练、补给、日常的营养的指导，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后面还有2场10公里和1场全马的比赛，其中10月26号的上海10公里精英赛对我来说也非常重要，因为是10公里比较考验无氧能力，我会在这场比赛之前就开始试一试甜菜根儿。我的下一场全程马拉松是11月2号的北京马拉松，还有3周的时间。这场比赛我应该也会认真参赛，去跑一个当时身体状态下的好成绩吧。就像前面说的，这次呢会调整赛前的训练，同时会系统性的用甜菜根去帮我的北马助力，看看我能不能在赛场上做到不喘、不抽、不酸。如果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对这个测试有兴趣的话，那就去预约起来试一试吧。我真心推荐各位，如果让男性选手已经跑进了3个小时，想再进一步的小伙伴们去看看自己的各方面的情况。那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